第7章绝处逢不胜，单签了，钱拿不到，似乎命运就是要跟我开玩笑。我听到谢明军和手下的财务激烈的争吵，这个财务泼辣得很，好像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经理放在眼里。通过他们的争吵，我感觉这里面水很深，牵扯到了他们厂内部的斗争。我推开财务办公室的门，看到了和谢明军争吵的女人。这个女人一头齐耳短碎发，这不是？您好，君姐。我跟她打招呼。不错，这个女人我认识，就是那天苏雪娇在南山科技园见的那个女人。今天这个女人穿着黑色紧身包裙，裙下露出套着黑丝的浑圆膝盖和曲线优美的小腿，她的脖子上挂一枚小南红吊坠，吊坠堪堪就落在那若隐若现的沟壑上，很魅惑。她第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来，我提醒她在科技园见过，她才想起来。我以为有了这点关系可能会让事情有回旋，但是这个女人一毛不拔。我说君姐，能不能给点面子？她笑呵呵地打量我。小陈，这跟面子没有关系，这涉及到公司的规定，这么大项目的审批需要我们管理层开会表决才能定，任何个人都没有决定权。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公司，有正规的流程，我得按规矩办。我看到这女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就有一种上去给她一嘴巴的冲动。他妈的，一个二奶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摆出这副姿态简直让人想吐。但是钱在人家手上，我就算恨得牙痒痒也无奈。最终的结果是我和老唐只能灰溜溜的撤退。从百盛鞋厂出来，我充满了负面的情绪，内心的那种痛苦和沮丧简直让我有想死的冲动。如果不是老唐在身边，我肯定会大哭一场。我掏出手机，看到有几条未读短信，全是马从静发过来的，都是某某签单多少，可以拿到多少提成奖励云云。这个人女人就是这么狠，她总能找到一切刺激人的办法。我本来完全绝望，但是被马从静这个魔鬼一刺激，又他妈觉得咽不下这口气，怎么办？我问老唐，老唐没有回答我，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翻了半天。我跟我讲，陈斌，前面过一条街道有一家百利鞋厂，我之前联系过中文域名，他们的老板很有兴趣，要不我们去膜拜？走。我和老唐两人已经黔驴技穷，陌生拜访是我们最后的倔强。走了差不多1里多路，我们到了这家百利鞋厂。厂子从规模上来看和百盛差不多，但是门禁更森严一些。我和老唐知道这家厂的老板姓刘，所以我们径直到保安亭，直接要找刘总。那个保安有些狐疑的看着我们，我冷哼一声，看什么看？我找刘道军，他妈的，让他打个样都搞不好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韩国佬交代。那保安一听我这话，立刻点头哈腰，先生您请进，刘总就在那幢楼3楼办公。我和老唐径直杀过去，刘道军只有30出头的样子，脖子上挂着一条大粗项链，人比较瘦。我们不含糊，直接就说明来意。刘道军打了一个哈哈道，中文域名我已经注册了，你们有个同事昨天过来了，我买了10几个关键字呢，一个关键字买了5年。我直接懵逼了，我准备好一肚子说辞，全派不上用场了。我非常的绝望，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。我想我在深圳的一切都完了，结束了，这个城市我混不下去。然而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老唐忽然爆发了，他用一种极其夸张的姿态瞪大眼睛盯着刘道军，大声道，我的天，刘总，这是哪个业务员给你开的单？5年的单他怎么能开出来？工信部最新的规定，5年的域名没有优先续费权，您这么大的鞋厂，这么重要的品牌资源，必须重点保护好，要10年起注册。老唐说话间直接把合同拿了出来，在刘道军办公桌上一放，马上再补5年，从2009年算起，补到2014年。您放心，我回去之后立刻找到我这个同事，严肃批评他，他太不负责任了。他这种做法看上去是帮客户省钱，实际上弄巧成拙，要坏大事。我简直惊呆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3棒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唐会有如此精彩的表演。他是个憨厚老实的人，从他朴素的穿着和低调的举止就能看得出来，而恰恰就是这样的外表，让他这一番近乎无厘头的大忽悠听上去竟然极具说服力。看到他激动的样子，看到他那从骨子里迸发出的欲望和激情，我都被他折服了。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，老唐填了合同，刘道军直接签字，这里没有经理，老刘就是老板，13个域名5年，1万3的现金就交到了我们手上。这一单竟然不可思议的成了。我和老唐两人用一种很专业很优雅的步伐走出了这家鞋厂，但是我们只坚持100米，一过转弯的路口，老唐扭头过来，就一把把我推倒在了路边的绿化带上，然后我们像小朋友一样在草地上撒欢。老唐道，陈斌，你真是个大福星，我他妈2天没吃饭了，如果今天不出单，明天我就可能饿死在深圳街头。现在好了，1万3的业绩，我们一人6500，有提成加底薪，我们能活下去了。老唐喋喋不休，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和他平日的木讷和内向判若两人。我忽然想到了余华讲过的一段话，我本不善言辞，却忙于人际交往，我本喜欢独处，却忙于奔波劳碌，而所做的一切
都是为了得到那解万千惆怅的碎银几两。原来这个世界不允许我们内向。ZX， 我他妈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掏出手机，又看到了一条业绩通报的短信，我心一动，立刻给马从敬回复了一句，短信一条接一条的，烦不烦啊？耽误老子数钱。一条短信标出去，只有30秒，马从敬的电话就来了。我按下接听键，冲着电话大吼：马从敬，老子开单了，老子收钱了，你他妈还有多少套路都放马过来吧，谁怂谁是王八蛋。我喊出这句话，内心的压抑彻底的释放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整个人能飞起来一般，真的太爽了。